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近日公开表示，澳大利亚力求全面恢复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他强调，自己将致力于发展澳中关系，让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积极，符合双方利益，释放出中澳关系怎样的重要信号。当地时间14号，正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视察的阿尔巴尼斯对媒体强调，中国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澳方正致力于改变双方的关系。阿尔巴尼斯称，澳大利亚力求全面恢复与最大出口市场中国之间的贸易，让澳中关系变得更加积极，符合两国利益。就在阿尔巴尼斯此番表态之际，澳大利亚国内近日出现中国钢企将恢复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的传闻。煤炭是澳大利亚的大宗出口商品之一，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20年前，中国一直是该国煤炭的主要进口国。但随着莫里森前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对华负面政策，导致澳中关系迅速恶化，两国的煤炭贸易也降至冰点。应该说，阿尔巴尼斯上台之后呢，中澳关系呢，应该说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发展的这个趋势。阿尔巴尼斯的这个表态呢，实际上是在中澳高层进行了一系列互动之后，应该说双方建立了一个这个政治互信之后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那么包括煤炭还有其他这个商品在内的这个经贸的关系的一个恢复，那么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双方政治关系恢复的一个基础上。中国驻澳大使肖谦近日在堪培拉表示，是否恢复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取决于中国企业。他强调，煤炭买卖是一门生意，要由两国企业自己做主。肖谦还表示，澳大利亚的许多产品都受到中国市场青睐，随着当前中澳关系迎来转机，相信这会给中国企业和消费者更多采购的动力。I hope that both sides will show goodwill.Sincerity, we would come back to a normal kind of relationship, and let's see what we can work it out, either multilaterally or bilaterally. 彭博社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层面首次正式就放开澳煤进口作出表态，显示中澳关系正在回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0号表示，中澳经济高度互补，希望澳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朝着互利共赢的目标做出努力，推动两国之间重建互信，两国关系重回正轨。随着澳方主动释放出一些对华友好的信号，中国人民也予以正面回应。在近日国内一家旅游网站发布的2023年春节旅游市场预测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位居春节期间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10大出境游目的地榜单之首。墨尔本春节订单同比增长超50倍。分析指出，这显示中澳两国之间人文纽带韧性十足。分析还认为，当前中澳两国都正在稳步摆脱疫情影响，大力推进重振经济的措施。作为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助推器，经贸合作将有望得到全面恢复乃至加强。因此，中澳关系是健康稳定发展，还是矛盾冲突不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澳方如何看待两国关系，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态度。中澳之间吧，应该说是在经济结构上是一种非常互补的关系。那么比如说中国需要大量的这种能矿的产品，那么来支撑中国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那特别是疫情恢复之后，那么中国对于这种大宗商品的需求量更加大了。那么澳大利亚呢，正好是能为中国提供这样一种能矿产品的这种供给。那么另一方面，对澳大利亚来讲呢，那么它也是一个出口大国，那么它的能矿产品，那么对它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那么出口也非常重要。那么中澳之间的经济合作应该说是一个互利的过程。事实上，中澳关系曾长期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前列。2003年，澳大利亚曾发布外交和贸易政策白皮书，其中对中国中澳关系的积极正面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2014年两国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2015年中澳自贸协定的正式实施。此后，中国连续超过10年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双方合作领域广泛。然而，从2017年起，澳政府受美国政治风向影响，开始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在澳国内掀起一股反华逆流。时任总理特恩布尔盲目追随特朗普的恶华印太战略，通过了针对中国的所谓反外国干涉法，并率先全面禁封华为参与当地 5G 网络升级。其后的莫里森政府更是以莫须有的国家安全名义限制和阻挠中国在澳投资，使中澳关系一落千丈。就连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合作也受到波及。2020年8月，澳大利亚单月对中国商品出口骤降超过 26%， 引发澳大利亚商业界和舆论界对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的担心。去年5月，阿尔巴尼斯新政府上台后，鲜明地在对华政策上与莫里森政府进行坚决切割，一度跌入冰点的中澳关系也陆续出现了回暖迹象。年近85岁的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史蒂芬·菲茨杰拉德曾发出呼吁，澳政府对华政策必须远离麦克风外交，因为敌对语言毫无用处。他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分析，澳大利亚国防力量和情报部门交织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国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美英澳3国建立奥库斯军事联盟就是最新例证。再加上由军工集团以及美国政府资助的右翼智库推波助澜，政府决策必然倾向鹰派，从而限制澳方对华交往时的回旋余地。但菲茨杰拉德同时表示，他很欣慰地看到新政府上任后，在处理对华关系时表现出了成熟的一面，中澳双方也都释放出很多缓和关系的善意，对两国未来通过建设性方式达成新共识，他抱有乐观期待。